半径1光年的球状云团包裹着太阳系。说起太阳系的边缘地带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冥王星。然而实际情况却是，冥王星所在的区域远远不是太阳系的边缘，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，科学家早已发现，有一个半径1光年的球状云团包裹着太阳系，而这个球状云团才是太阳系真正的边缘地带。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要从太阳系中的彗星讲起。简单来讲，彗星是一种冰质天体，它们通常会沿着一条狭长的椭圆轨道围绕太阳运行。当彗星接近太阳时，其接收到的太阳热量会不断增加，当达到一定程度时，构成彗星的物质就会发生升华现象，进而释放出大量的气体和尘埃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它就成了一个带着大尾巴的发光天体，这很容易被地球上的我们观测到。彗星是太阳系中常见的天体，基本上每一年我们都会发现不少新的彗星。迄今为止，已知的彗星数量已经超过3000颗。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科学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太阳系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彗星？要知道，彗星每接近太阳一次，其自身的物质就会出现一定的损失。也就是说，随着这个过程的持续，时间长了，彗星就会消失不见。而太阳已经存在了大约46亿年，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彗星存在，这就说明了它们必定有自己的发源地，那里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彗星。按照彗星的周期长短，彗星可分为长周期彗星和短周期彗星，其中短周期彗星的发源地可以认为是冥王星所在的柯伊伯带，但长周期彗星的发源地却并不在这里，这是因为它们的运行轨道极为狭长，并且它们可以来自太空中的任意方向。那么这些长周期彗星到底来自哪里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天文学家简·亨德里克·奥尔特于1950年提出了一种理论。他认为长周期彗星应该来自于太阳系外围的一个非常遥远的区域，这个区域充满了大量的冰质天体，它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球状云团，包裹着整个太阳系。当受到引力射动时，其中的一些天体就会偏离自己原有的运行轨道，向太阳系内侧运行，进而形成长周期彗星。这个球状云团后来就被称为奥尔特云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随着观测数据的不断累积，奥尔特提出的理论逐渐得到了科学界的广泛认同。科学家通过观测数据估算出，奥尔特云在整体上呈现为一个半径约1光年的空心球状云团，从距离太阳大约2000个天文单位开始，并向外一直延伸至大约1光年。而在这个巨大的球状云团之中，可能存在着数万亿个冰质天体，其总质量可能是地球的5倍左右。注意，这个数字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那奥尔特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科学家推测，它的主体结构应该是形成于早期太阳系。根据科学界的主流观点，太阳系形成于一片巨大的原始星云发生的引力坍缩。在此过程中，太阳首先在这片星云的引力中心形成，而残留的物质则围绕着太阳运行，并逐渐通过互相吸击和碰撞，形成了现在太阳系中的8大行星。在形成行星的过程中，因为距离太阳较近的区域，挥发性物质很难以固态形式存在，它们会大量向太阳系外侧散逸，所以在这一片区域中只形成了由主要元素构成的岩石行星。由于距离太阳越远，温度就越低，因此在距离太阳足够远的区域，那些挥发性物质就会冻结成固体，变得很容易吸积。于是在这片区域的原始行星就会大量吸积物质，最终形成了巨行星。不过巨行星的形成并没有耗尽原始星云中的所有物质，于是这些残留的物质就会形成许多冰质天体。
在早期太阳系复杂的引力作用下，它们有些被直接抛离了太阳系，有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被太阳以及各大行星吞噬，而有些则不断的外移，并在太阳引力的束缚下逐渐形成了一片包裹着太阳系的球状云团，也就是奥尔特云。除此之外，在围绕银河系中心公转的过程中，一些来自太阳系之外的星际小天体也有可能会被太阳的引力捕获，进而成为奥尔特云之中的一员。由此可见，奥尔特云才是太阳系真正的边缘。我们只有飞出了这个巨大的云团，才能算是飞出了太阳系。然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人类想要达到目标却是异常困难。因为人类飞得最远的探测器旅行者1号目前也只飞了大约154个天文单位，而它的当前速度约为每秒17公里。这就意味着即使不考虑太阳引力的减速作用，它想要飞出奥尔特云也需要长达 1.9 万年的时间。宇宙起源于无中生有，那么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超越光速就能回到过去，远没那么简单。若人类消失100万年后，外星人来到地球，会发现人类曾经的文明吗？假如飞船以1亿倍的光速一直飞行，能飞出宇宙吗？第一个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？人类到底来自何处？让人类汗颜的高级宇宙文明，它们到底在哪里？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占地球面积的 70%， 这么多水到底从哪里来的？来吧，关注本频道，带你一起解开宇宙之谜。